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每一个成年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猛然之间意识到，那些和朋友一打电话就是几个小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从未刻意疏远，也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只是自然而然的你们之间少了联系。可似乎那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，越长大，我们对于友情的需求会变得越来越少。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朋友的结婚邀请，他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伴娘。我们顺着这个话题聊了很多，从他跟男方的结婚到工作的变动，从生活的琐碎到近期的趣事。那是我们大半年来第一次聊天，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大学的岁月。大学时候的我是那种很渴望陪伴的女孩，独自走在路上一定会佯装玩手机，其实手机上并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，但它可以缓解我一个人走路的尴尬。大学时候的她是那种害怕孤独的女孩，表面看起来大大咧咧，跟谁都能聊上几句，但内心敏感细腻。我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，会彼此分享遇见的人和发生的事儿，甚至连我家的小狗生了几只崽儿，他都知道。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会询问我的意见，我碰到恋爱难题的时候会向他倾诉心事。我们很擅长互相麻烦，也总在互相依赖。我曾经一度认为，如果真的存在一个能够讲述我一生的人，那这个人一定是他。毕业之后，我选择北漂，他留在家乡。分开的时候，我们约定好要做彼此的伴娘。有人将生活比喻成一场抛接球的杂耍，这些球有的叫做家庭，有的叫做工作，有的叫人情世故，有的叫健康。步入社会的我们，在各自的圈子里忙碌着，忙着立足社会，忙着成为更好的人，忙着让那些球都不要落地。生活中有太多没有办法两全的事情，推掉朋友的见面比推掉重要的商务旅行要容易，好不容易有了休闲时间，会觉得睡到自然醒比跟朋友聊天更重要一些。听起来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但仔细想想，朋友是不会陪伴我们一生的，他们不可能永远绕着我们打转，为我们出谋划策。我们必须学会成熟地面对生命。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成为了厉害的大人，当初渴望陪伴，现在不再依赖。我想他肯定也是这样，我们都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安全感，不再是当初那个离不开朋友的小孩儿。童年时候的友情是以寻找玩伴为特点的，青春期的友情是以互相占有为特点的，时常出现嫉妒、占有欲很强的表现。18岁到25岁的成年初期，这是我们最需要获得亲密感来避免孤独的时期。这个阶段的友情功能性很强，一起玩乐，一起分享生活。步入成年中期，我们会意识到友情不再需要时刻相伴，也不必频繁的联系，而是一种你知道他在那里的关系。友情不会轻易的被时空打败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。朋友依然是那些可以倾诉心事的人，可以依赖的人，理解我们的人。哪怕两个人联系的频率下降，哪怕不能第一时间知晓彼此的近况，但我们仍然不会错过那些重要的人生节点。
成年人的友情是安全而放松的，我们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偶尔疲惫的时候，也依然可以在友情的港湾里歇脚。我想告诉那个不常联络的好友，你永远是我珍视的人，我永远是你随时可以打扰的人。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会一直在。